回到愛勝的頻道，上一期視頻我帶大家了解了恆大的假賬跟真錢，講的是恆大是怎麼樣造假的，這些錢是怎麼樣流出去中國境外的。但是有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留到了今天，就是 Why？ 為什麼恆大能夠運轉20年？為什麼許家印能夠在全國280多個城市拿下1300多個地產項目？這樣一套讓他從月薪2000塊的普通打工仔搖身一變成為2900億身價首富的政商運作系統到底長什麼樣？上一期視頻我看到評論區有朋友在說，我不在乎恆大敲了多少錢，我只在乎恆大歌舞團。那好的吧，滿足大家這個非常樸素的願望，我們用今天這個視頻把這個坑給填上。恆大的深圳總部有42層樓，但 99% 的恆大員工他一輩子最高只能夠坐電梯去到41層。42樓對外沒有什麼名字，對內則諱莫如深。許家印為了保護隱私，他專門養了20個專職的電梯員工，年薪30萬，他的工作內容極其簡單。當許家印在大樓裡面移動的時候，要提前清空電梯和走廊。但是有一群人不受這個限制，他們不是高管，不是保鏢，這是一群身高1.70米以上985名校畢業，年齡不超過20歲，體重不超過98斤的年輕女孩。他們被允許自由出入42樓。他們的正式身份是廣州恆大民族歌舞團的演員。這樣一群女孩，她們上過 G20 的峰會，上過央視春晚，拿過文化部的金獎，但是她們真正的工作內容其實不在舞台上。許家印曾經說過一句話，據說他曾經對身邊人說過，這些姑娘她們能搞定我搞不定的事兒。許老闆是全國政協常委，副部級的待遇，他能有什麼事兒搞不定呢？作為中國首富，他搞不定的事兒，您覺得是什麼級別的事兒呢？很多人一說到恆大歌舞團，往往會想得比較偏，但是我想恆大歌舞團它不是許老闆的後宮，或者嚴謹一點講，它至少不完全是吧。從商業分析的角度來看，它的定義我想是一個連運營成本不到5000萬，但是撬動了萬億級別商業帝國的一個非常高效的高槓桿的政商關係操作系統。商業分析裡頭有一個基本指標叫做獲客成本。對於房地產企業來說，它最大的客戶其實不是那些買恆大房子的普通老百姓，而是手握審批地權跟貸款的這些權力節點。如果是要走正常的比如說招投標的這個程序，你要獲得這些審批的話，這個成本通常都是天價。而通過歌舞團呢，你每一年的投入大概不到5000萬，但是你可以非常輕鬆的把拿地成本壓到同行的1/3。恆大歌舞團或許是在人類商業歷史上性價比爆表的公關投放。今天這期視頻我們不關注八卦，我們用商業分析的框架來拆解這件事情。恆大歌舞团它到底是怎麼樣運轉的？它為什麼能夠成為許家印帝國的核心競爭力？以及當歌舞团這樣一台機器它熄火的時候，為什麼一個2.4萬億的帝國會在短短2年時間內灰飛煙滅？那這個故事它不只是一個地產商的浮沉錄，它是過去20年中國財富邏輯的底層代碼。讀懂了恆大歌舞團，您就讀懂了那個時代。1999年9月，恆大集團成立剛剛滿3年，許家印他做了一個當時看起來比較奇怪的決定，他要組建一支民族歌舞團。1999年的恆大是一個什麼情況？其實是一個剛剛在廣州成立不多久的小型的房地產公司，他剛剛賺到了第一桶金，員工加起來才幾百號人。
那這個階段的企業老闆正常的操作應該是招銷售啊、拿地啊、搞融資啊、擴大經營的規模，對不對？但是人家許老闆他就不走尋常路，他偏偏花錢養了一幫跳舞的藝術生。更奇怪的是，這樣一支歌舞團成立之後，整整10年的時間，非常低調，一直蟄伏着，幾乎沒有什麼公開的演出，沒有出現在任何公共媒體的視野，就連恆大內部的很多員工都不知道公司還有一個這麼神秘的部門。一直到2011年11月3號的時候，恆大足球隊奪冠的慶典上，歌舞團才第一次在公眾面前亮相。團長白珊珊當時在微博上寫過一句話：10年一直不被注意，但是一出場便天下皆知。在這短短10年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呢？恆大已經從一個廣州本地的小地產開發商，迅速蛻變成了覆蓋全國280多個城市，擁有1300多個項目的地產巨無霸。難道在時間線上純粹只是巧合嗎？我們先看看這個歌舞團的選人標準。恆大歌舞团的這個選拔標準之高，可能讓很多人覺得匪夷所思。所有的女演員，她要求年齡是在17到20歲之間，身高不低於1.7米，體重大概是93到98斤的範圍，學歷要求是本科畢業，985院校優先，而專業呢，它必須是專攻民族舞。注意啊，不是現代舞，不是街舞，必須要是民族舞。其實這個細節很能說明問題。許家印深知他需要接待的這些目標觀眾群體都是50-60歲的中老年男性，那這些人他們不看街舞，不看現代舞，只有端莊優美大氣的這個民族舞看起來是賞心悅目，對不對？所以這個考量是非常合理的。而且還有一條硬性規定，在職期間禁止談戀愛，禁止婚配。而最後一關是要許老闆親自面試，每一個進團的骨幹都要經過他的考核和他的這個審美。招聘渠道有2條，第一條是去985藝術院校定向挖人，另外一條更絕。2013年軍隊改革期間，大量的這個部隊文工團裁撤，所以這個時候恆大也趁機從空政、海政文工团大批挖掘。怎麼挖的呢？其實很簡單，當時部隊的普通士官月薪才2000多塊，有編制的副團級4000塊，正團級5000塊，而恆大歌舞团他們的起步價一入職就是8000塊，隨隨便便就可以開出4到5倍的薪水來挖人。據說因為他們這個動作實在搞得有點太過分了，一度搞得軍方都非常不開心，好幾個知名的演員甚至直接打報告要求轉業。那接下來我們再說說薪酬待遇方面，歌舞團的薪酬體系分成5級，試用期是8000，然後4級演員1萬，3級1.2萬，2級1.4萬，1級演員1.6萬，而特級是2.8萬。此外還有獎金、高端公寓提供免費的住宿，還有專車接送。而至於當時的團長白珊珊，傳聞他年薪有700萬，當然傳聞只是傳聞，我沒有找到公開的記錄。這裡面有一個數字特別有意思，巔峰時期恆大對外宣傳這個歌舞團有200多人，但是社保記錄顯示啊，最高峰的時候2019年登記在冊的大概是78個人左右的規模。而它的運營成本怎麼樣計算呢？各方估算大概是3000萬到5000萬之間，我們即便是制作的費用、服裝、道具、差旅，所有這一些撐死了也不會超過1個億。但是他們的收入呢，基本上可以認為是0。恆大歌舞团它沒有任何直接的市場化的收入，大型活動演出基本上屬於公益性質，是免費的。而所有的開支由誰來撥付呢？不是恆大下屬的文化集團，而是恆大地產集團直接控制。所以內部人有一個說法是叫做親閨女。換句話來說，一年要付出幾千萬成本的這個部門，
是由最核心的地產集團來親自控制、親自培養。因為在許老闆的這個賬本裡頭，歌舞團它從來不是一個成本中心，它是一個利潤中心。每年投入5000萬，它換來的是每年價值數千億的拿地審批跟銀行貸款。你在恆大的財報上找不到歌舞團3個字帶來的任何收入，但是如果沒有歌舞團，恆大的很多項目它根本就拿不到，很多貸款也根本批不下來。所以歌舞團的業績它並不出現在任何財務報表上，但是它卻也的的確確的撐起了整個恆大帝國的運轉，就好像是物理學上的暗物質，你看不見，但是如果沒有它，整個星系或許就散掉了。而且這個利潤中心它有2張面孔，第一張是在台面上的，恆大歌舞團它確實是一個專業水準極高的民族舞團。2013年上過央視直通春晚金獎，2015年參加抗戰勝利70周年勝利與和平，2016年參加過 G20 杭州峰會，參演的節目是最憶是杭州。那場晚會的總導演是張藝謀。2017年參加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千年之約，2018年參演雅加達亞運會的閉幕式。恆大歌舞團他們舞蹈大賽的金獎拿了一堆，這些成就並不是虛的，而有了這些作為背書，那歌舞團它就不再只是一個私人老闆豢養的玩物，而是一個獲得國家級認可的文化品牌。這個是恆大歌舞團的一個合法性的外殼。當許家印需要這個文化品牌的時候，歌舞團的實力是在線的。這就是一支國家級水準的文藝團體。但是在我們看不見的幕後呢，現實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根據洩露出來的只零片甲，或許能夠讓我們做一些合理的猜測。2018年，一條後來被刪除的微博來自於內部的員工洩露了一些真相。發帖人寫道，近幾年演出越來越少了，接待已經成了歌舞團的主業。一個歌舞團演出在減少，但是接待任務在增加，這意味着什麼？什麼叫做接待呢？其實答案就在42樓。剛剛我們已經說過了，恆大深圳總部42樓只有許家印最信任的助手和他口中的超級 VVVIP 客戶以及歌舞團的成員可以自由出入。有傳聞說許家印的老婆丁玉美有一次上了42樓，而出來的時候整張臉都是黑的。而且每一次接待任務完成以後，參與的演員都有額外的獎金。而許老闆心情不好的時候，他也會叫歌舞團來42樓表演，給他一個人單獨表演。而事實上42樓或許只是冰山一角，許家印在恆大內部的存在感其實是帝王級別的。後來網上洩露出來的一份記錄表顯示了他住酒店時候的非常誇張的要求。電梯全程封控，除了秘書跟保鏢之外，不允許任何男性接近。恆大冰泉礦泉水必須是要最新生產批次的，而加濕器的濕度不能夠超過 50%， 淨化器不能夠有任何的噪音，房間要保持絕對的安靜。一個恆大離職員工曾經寫過一篇《我在恆大的3800天》，裡面提到說，恆大招聘女秘書的時候，HR 有時候會私底下勸退部分應聘者，理由是工作內容不是那麼純粹的。2014年夏天，恆大連農民工的工資都發不出來的時候，緊急借了年化 20% 的過橋貸款來應急。但同一時期，許老闆的個人年消費的額度據報道是超過2個億。現在我們可以聊一聊這樣一支特種部隊的關鍵人物。歌舞團的團長換過3個，每一個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們先說林丹丹，這個是首任團長，2012年入職，2017年調離，他幹了5年的時間。許家印被抓之後，林丹丹發視頻否認所有的一切，他說自己月薪只有8000塊，從來都沒有當過團長，但是多方的信源都把他列為是首任的團長。恆大的試用期工資已經有8000了，
一個在團裡幹了5年的員工，月薪從來都沒有漲過，是不合情理的。重點我們可以說一說白珊珊，這個是整個歌舞團故事裡頭最富有戲劇性的人物。白珊珊身高177厘米，出生年份有2種說法，一個是1989年，另外一個是1991年。而她的籍貫也有2個說法，一說是安徽，一說是貴州。就連這些最基本的個人信息都是如此的模棱兩可，那說明與恆大歌舞團相關的很多事情，很多傳聞都是以訛傳訛，坊間的各種不同的版本算是甚囂塵上。白珊珊2013年加入恆大歌舞團，2014年拿了中國模特兒之星廣東賽區的總冠軍。他後來成為歌舞團的團長，雖然也有說法說他是副團長，但其實無所謂，不重要。白珊珊的微博賬號曾經是一扇非常難得的窗戶，透過這扇窗戶，我們可以窺見當時的豪車、遊艇、頂級的住宅。他有一段時間非常喜歡曬自己的日常，而最後一條定位是深圳灣1號，那這個是許老板的私人豪宅所在的樓盤，均價過億。有傳聞說許老板曾經送了一套給白珊珊。恆大20周年慶典上，許家印專門安排白珊珊領舞恆大歌舞團為嘉賓表演，而馬雲當時坐在許家印的身旁，傳聞說馬老板是全程搓手，坐立不安，而恆大許老板則在一旁露出了意味深長的滿意的微笑。白珊珊後來在微博上連發6個感恩，他寫道：懂得感恩是成功最基本的前提。而馬雲被許家印搞定，其實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從2013年開始，許家印就開始有意識地運作馬雲，他逢年過節都會發短信匯報恆大的戰績，邀請他過來看亞冠的比賽，跟他講足球有很多快樂，你不來就感受不到。馬雲他一直沒有鬆口，直到2014年6月初的一個晚上，許家印在香港請馬雲吃飯。許家印後來在新聞發布會上公開說過一句話：前幾天我在香港終於把他喝醉了。第二天早上9點，馬雲醒了酒，剛剛起床就主動給許家印打電話，短短15分鐘就談完了所有的條款和細節。馬雲後來對南華早報承認說，他自己原本根本就不知道一個足球俱樂部到底應該值多少錢，所以隨口就報了12億這個價錢。許家印當場就答應了，12個億占 50% 的股份，簽約時間是上午11點11分，這個是馬雲選的一個吉利數字。這筆投資後來怎麼樣的呢？恆大足球從2013年到2019年7年時間累計虧損超過78億，從來都沒有賺過錢。2017年的這個工資支出 12.4 億，但全年營業收入只有 5.27 個億。到了2019年，俱樂部的淨資產變成了是負的 41.51 個億。2024年年底，廣州恆大俱樂部正式解散，馬雲的12個億在瞬間歸零。不知道馬老板在事後回想起酒醒的那個清晨，有沒有後悔過？一個自稱不懂足球、對球賽沒有什麼興趣的人，被灌了一頓酒之後，15分鐘之內就敲定了所有的細節，決定投12億，但是他卻投進了一個從未曾盈利、7年時間虧損78個億的無底洞。就問許老板的這個手段，你服不服？而且許家印還用同樣的手法搞定了張近東。我們在之前的視頻曾經說過，2017年2個人喝交杯酒的照片上了熱搜，之後蘇寧集團投了200個億到恆大地產，結局是非常悲慘的，200個億全部歸零。張近東後來2387億的債務重整，個人資產清零，只保留了一套68平米的舊房子。還有香港富豪劉銮雄，他通過大低會撲克牌的牌局認識了許家印，累計投入超過了136個億的港幣，虧損超過110億，華人置業被迫私有化退市。所以灌酒、歌舞團、撲克牌局，許老板其實有一整套的工具箱，
不同的工具，着力點不同，套路相同，威力無窮。2023年許家印被捕之後，白珊珊他清空了所有的微博內容。後來他發視頻否認跟許家印有任何不正當的聯繫，他說自己遭受了嚴重的網絡暴力，被貼上了後宮團長金絲雀的標籤，他已經報警求助了。2024年，白珊珊非常低調地嫁給了澳門的地產商李雲浩，婚禮沒有邀請媒體，從此之後她移居澳門，專心幫助丈夫打理地產的生意。我們再說說副團長錢香香。錢香香可能是在這3個人裡面最耐人尋味的。根據英文獨立媒體的報道，錢香香被內部視為是許家印最能幹的助手，只要他和白珊珊2個人出馬，恆大在融資跟項目上從來都不曾失過手。有一個細節特別有意思，3任團長的名字，比如說丹丹、珊珊、香香，全部都是疊字，所以網友評論說這個更有可能是化名。我個人覺得這種推測是合理的。錢香香她聲稱自己是哈佛大學畢業的，因為熱愛舞蹈，回國之後加入了恆大歌舞團，但是沒有人能夠在哈佛大學校友錄裡面能夠找到錢香香這幾個字，所以錢香香是化名是一個非常合理的推測，對不對？許家印出事以後，林丹丹出來撇清關係，白珊珊也公開回應了，但是錢香香至今為止她一個字兒也沒說過，她是3個人裡面唯一對此保持沉默的。1996年，廈門賴昌星他花了1.4個億蓋了一棟7層的紅色建築，對外是叫紅樓賓館，而它真正的功能是用美女搞定廈門海關的關鍵人物。而3年之後的1999年，許家印成立了恆大歌舞團。賴昌星的這個紅樓，它的套路是暴發戶性質的簡單粗暴，7層建築關起門來是純粹的紙醉金迷，也是檔次比較低的娛樂會所。你只要進去，心裡面一定有數，你非常清楚你要幹嘛。所以這個是非常赤裸裸的全錢跟性的交易，道德的負罪感或許對於某一些人来說比較高，而且被查獲的風險也很大。你曾經搭乘過愛潑斯坦的私人飛機，你曾經到訪過愛潑斯坦的這個島嶼，你的名字一旦出現在愛潑斯坦的檔案，不管你有沒有真的做過一些齷齪的事情，都會惹上一身的騷。這個就是賴昌星紅樓的一個負面影響。但許老板的恆大歌舞團是完全不同的段位，它有正規注冊的公司主體，有國家級的獲獎記錄，有 G20 峰會的演出經歷，有央視春晚的背書，所以這絕對是一個專業的藝術團體。當一個省部級的官員，他坐在42樓看一群專業的舞蹈者跳牡丹頌的時候，他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是在欣賞民族文化，這個不是腐敗，這個叫做藝術。所以這個就是許家印歌舞團這套系統最高明的地方，他做了一件最關鍵的事情，就是讓受賄的人可以正大光明的以附庸風雅的名號，不覺得自己在接受贿赂。中國有那麼多的房企，是不是大家都有類似的招呢？其實是有的，但是段位完全不一樣。萬達它靠的是萬達之夜，這是一個大型的商業活動，有明星站台，有影視投資，但其實本質上都是品牌公關，走的是公開的路子。碧桂園的楊國強更加朴素一些，他走的是老實人的人設，他靠的是鄉情，靠的是出身農民的这個敘事來拉關係。行業裡頭的通行的做法是高端宴請、高爾夫啊、會所呀，那這些東西說實話人人都可以做，但是沒有任何一家可以有恆大歌舞團這個品牌，這個沒辦法模仿的核心競爭力。許家印的獨到之處在於，他把招待這件事情制度化、規模化、專業化，並且提高到了一個文化的層級。有200多個人的編制，有5級的薪酬體系，有國家級的獲獎記錄做合法性的背書。那這個其實是建立了一整套的基礎設施。在整個中國房企的圈子裡頭，
恆大歌舞團是獨一無二的存在，沒有第二家。好了，歌舞團的面貌你算是看清楚了，但是光知道它長什麼樣還不夠，我們要理解它在恆大這樣一台機器裡頭到底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先問一個基本的問題，中國房地產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到底是什麼？其實不是蓋房子，因為恆大的房屋質量跟審美的情趣，說實話在行業裡頭排不上號。收樓維權的新聞從來都沒有斷過，恆大在物業服務方面也沒有什麼優勢，品牌溢價也算不上有多高。恆大它賣的是剛需盤，它依靠的是走量。那恆大的核心競爭力到底是什麼呢？其實答案很簡單，在中國開發一個房地產的項目，你需要通過166個政府部門的審批，涉及大概180名的官員。從土地出讓到規劃審批，到建設許可，到預售許可，到竣工驗收，每一個審批的關卡都是一個權力尋租的節點。經濟學家陳思威他曾經做過一個估算，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的這個利潤當中，大概有 30% 都流向了這些灰色地帶。所以房企的核心壁壘並不是造房子，而是怎麼樣能夠順利的通過這些關卡。誰能夠以最快的速度、最便宜的成本過完166道關卡，誰就是行業之王。在中國，這個是房地產這門生意的底層邏輯。用今天互聯網的這個話來說，恆大的核心產品不是房子，它的核心產品是關係及服務，房子只不過是這項服務產生的一個副產品。恆大歌舞團對於企業的貢獻是有數字作為支撐的。2012年6月份，美國做空機構香櫞他發了一份行業報告，數據顯示恆大的拉地成本比同行低了 67%， 同一塊地別人要100塊來拿，恆大只要花33塊就能拿到。恆大這 67% 的成本優勢可能覺得數字比較抽象，那我給您一些具體的例子。2011年，中国除了恆大之外，最大的5家房企合計拿到了3490萬平方米的土地，加權平均成本是每平方米2022元，而同時期恆大一家拿到了 1.37 個億的平方米，比其餘5家加起來還要多了將近4倍，而平均的成本呢，每平方米只要667元，同行要2022元，而恆大只要花667元。同樣的市場，同樣的年份，恆大只需要花1/3的錢。更有意思的是，香櫞他在恆大財報的附注裡面發現了一筆 4.7 億元的不可稅前扣除的費用，備注裡頭寫的是無正式發票的土地溢價成本。什麼意思呢？就是花了錢，但是拿不到正規的發票。在分析師眼裡面，這個就是行賄的會計痕跡。到了2018年，這個差距依然是觸目驚心。萬科拿地的均價達到了每平方米5132元，而碧桂園2375元，恆大只有1666元。萬科要花5塊錢拿到的地，恆大只要1塊6就買到了。恆大是到底怎麼樣實現這個奇蹟的，不言而喻。不單單只是低價拿地而已，關係變現還有第二條路，就是改規劃。怎麼樣改呢？規劃局原本批的是20成，那通過政商運作把容積率調高，改成30成，那多出來的10成，他不需要多花一分錢拿地款，全是純利潤，這個就叫做鑽空子。低價拿地是第1層利潤，改規劃是第2層利潤，兩條路疊加在一塊兒，就是恆大真正的利潤來源。那這兩條路怎麼樣打通呢？工具是什麼呢？我想大家應該已經猜得到了。許家印的政治資本的積累走得比任何一個民營企業家都要更遠。第11屆全國政協他是委員，到了第12屆他已經升為常委。那注意啊，常委他不單單是委員而已，而是委員裡頭選出來的一小批人可以享受副部級的待遇。第13屆他連任常委，
成為經濟界別裡頭唯一一個連任的民營企業家黨員常委。那這個政治身份意味着什麼？每一年兩會期間，許老板他可以跟省部級的官員同桌吃飯，他不需要任何臨時的安排。對於銀行來說，全國政協常委是一張無形的信用證，你不需要多說什麼，銀行他自己就會把你的風險評級往下調好幾個檔。而且許家印還在恆大內部設立了數千個黨支部，他自己兼任書記。對外是全國政協的常委，對內是黨委書記。那這樣一層紅色的包裝，在體制裡頭看起來許老板不像是一個民營老板，更像是體制內的自己人。甚至有時候外國投資者會錯把许家印的這個政治人脈當成的是國家信用的背書。我們可以把鏡頭適當的抬高一點，把這個視野再拓寬一些。我們看到許家印做的幾件事情，表面上看起來與房地產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放在一塊一起看，邏輯會比較清楚。2010年，他花了1個億買下廣州足球隊，然後3年砸進去超過20個億，球員的年薪總額已經去到 2.28 億，是行業平均的 4.4 倍。單場贏球的獎金1400萬，到了最後，恆大在足球上已經累計虧損了80多個億，花這麼多錢砸在足球隊上，許家印是瘋了嗎？其實他沒有。我們可以看看這個畫面就明白了。恆大亞冠1/4決賽的時候，廣州市委書記、國家體育總局的副局長、足協的副主席統一身穿恆大紅色球衣，在看台上吶喊助威。這樣一張照片被各大媒體轉載，畫面上幾乎分不清楚這到底是企業的活動還是政府的活動。恆大足球的 VIP 包廂，這個就不單單只是看球賽的地方，這個是中國最高效的政商社交網絡。政府官員在 VIP 包廂，在一起慶祝的場景底下跟你舉杯慶賀，不能算是接受宴請或者是賄賂，而算是出席體育文化活動，這個是完全合規也合法的。而且根據報道，習總本人也曾經表態關注中國足球的發展。有人說許家印他是有高人指點，讓他不惜一切代價壓住足球，結果他的確也是壓對了，因為恆大足球不單單是給他賺到了全國範圍的品牌曝光，而且還賺到了一層積極響應國家號召的政治保護色。前面已經講過了，許家印搞定馬雲用灌酒的方式，搞定張近東用交杯酒，搞定劉銮雄用撲克牌，搞定這些大富豪和政府官員，還用上了歌舞團。針對的人不同，場合不同，使用的工具不一樣，但是邏輯是相通的。其實從廣義上來講啊，恆大足球也是這樣一套系統的一部分。2013年恆大亞冠決賽期間，許家印突然宣布推出恆大冰泉礦泉水，那第一年的銷售目標是100個億，結果實際的銷售金額只有 10.9 個億，3年虧損40億。任何一個做零售消費品的人看到這個數據都會禁不住搖頭，說是徹底的失敗。但這裡面有一個關鍵的轉折，恆大冰泉它從來就不是一個消費品的項目。恆大冰泉真正的目的是給恆大打開一條新的融資通道跟估值的敘事。故事要怎麼講？恆大它不再只是房地產公司，它是一個多元化的商業帝國。所以有了這個敘事，有了這個邏輯之後，資本市场才會願意給出更高的估值，銀行才方便批出更多的貸款。金融學裡頭有一個概念叫做制造可融資產，那說白了，冰泉礦泉水它不是來賣礦泉水的，它是用來裝進 PPT 裡頭，向銀行做抵押，向資本市場講故事，來提供想象空間，推高恆大整體估值的。後來許家印用同樣的邏輯一次又一次的複製，什麼恆大糧油啊、恆大乳業啊、恆大汽車啊、恆大文旅等等等等。恆大汽車投了500多個億，最後只留下一堆爛尾的廠房。但是它存續的這幾年，新能源汽車這個概念確實
幫恆大在資本市場上融了不少的錢。所以歌舞團也好，足球也罷，冰泉、汽車，你單獨看每一件事情都在燒錢，都非常失敗，都會有同一個反應：許老闆太燒包了，他在瘋狂的燒錢。許家印啥都不懂，這個人是瘋了嗎？但是當你把所有這一切的元素組合在一起一塊兒看的時候，邏輯才會更清楚。這個其實是一套完整的系統。歌舞團解決什麼問題啊？42樓的問題，官員的接待跟陪伴。足球解決什麼問題啊？ VIP 包廂的問題，官員的公開社交和合規亮相。冰泉跟汽車解決什麼問題啊？是資本市場講故事的問題，融資跟重新估值。表面上每一件事情都在虧錢，但是整個系統加在一塊兒，就不再是亂拳打死老師傅，而是一台精心打造、精密設計的飛輪。所有的部件都在為同一個目標而轉動，就是為了讓飛輪轉得更快。這套系統的底層是一個你在任何 MBA 課程裡頭都學不到的商業模型，我叫它鐵三角。一端是地方政府，這個要從1994年說起，分稅制改革，中央拿走大頭，地方政府事權大，財權小，錢從哪兒來？只有賣地，土地出讓金佔到財政收入的 30% 到 70%。表面上看是地方政府被許家印搞定了，但其實他們也需要許家印。恆大來你所在的城市，高價拿地蓋大盤，那你的 GDP 上去了，稅收上去了，你手裡頭所有這些地的估值全都漲了，整個城市的這個資產負債表就盤活了。所以許老闆本質上是地方土地財政的編外融資平台，對於地方來說，它就是一個財神爺。另外一端是銀行，恆大涉及到387家的金融機構，銀行給恆大放貸款，恆大用預售房款還舊的貸款，然後再借新的貸款，銀行來賺更多的利息。中間是恆大低價拿地，它有 67% 的成本優勢，用銀行的錢來蓋樓，房子預售收款之後再拿地，再借更多的錢，就這樣不斷的運作下去。而歌舞團的角色就是這個潤滑劑，它確保飛輪永遠都不要停下來。許家印密集拜訪的那些政府官員和後來中紀委反腐落馬的重災區存在高度的地理跟時間上的重合，那這些真的只是巧合嗎？我們沒有說這些官員他的腐敗問題是直接因為許老闆而起，但是當我們把這個時間線、地理坐標跟人物的關係疊加在一塊兒，你就會發現許老闆去過哪些地方，哪些地方後來又查出了哪些官員，一個清晰的圖案就顯現出來了。恆大的擴張足跡和反腐的落馬足跡很大程度上是高度重疊。2012年到2018年期間，全國被查處的市級腐敗官員 59.4% 至少涉及到一起房地產的行賄案。在本次被起訴的8項罪名當中，有一條叫做單位行賄，也就是以恆大集團的名義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謀取不正當的利益，行賄金額超過20億元。這20億元花出去換回來什麼？280個城市，1300多個項目，2.4萬億的商業帝國。我們去算一下這筆賬，你就會發現恆大歌舞團每一年不到5000萬的運營成本，在許老闆這盤棋裡頭零頭都算不上。鐵三角到底是怎麼樣崩的？它不是從恆大內部崩塌的，而是整個遊戲的底層規則徹底變了。商業分析裡面有一個詞兒叫做範式轉移，它不是規則微調，而是完全換掉了一套不同的規則。當年讓你贏得很徹底的這個打法，在新的規則底下會讓你死掉。2012年18大反腐運動啟動，一開始大家都以為只不過是清理蒼蠅老虎，房地產的行業應該沒有什麼大的影響。但是數據不會騙人，反腐之前那些跟
高層有關係的企業，有時候折扣能夠去到 55% 到 60%， 也就是市場價的一半都不到。但是反腐之後呢，折扣縮小了11到15個百分點。習總親自任命的省级官員所在的地區，這個折扣的下降比例超過 30%。 最清楚的指標是什麼呀？中央巡視組一到某個省份，當地的土地拍賣的價格就會往上跳 42%。 那這說明什麼？中紀委的人一來，官員的膽子就小了，政商關係就不敢如此勾結的明目張膽了。所以這個現象說明什麼？過去那套歌舞團接待，然後官員批地，以超低價格拿到地塊的這個運作的鏈條開始斷裂了。政府官員他不再敢到許老板的42樓去觀看歌舞團的表演，他也不再敢簽那些有貓膩的地塊批文了。換句話來說，就是恆大帝國最關鍵的潤滑油乾掉了。2020年8月20號，住建部跟央行宣布了3道紅線，恆大3條線全都踩中了。只在一夜之間，恆大就被掐斷了輸血管道。一個靠高槓桿運作的商業帝國，你不讓他借新錢了，那就在拿什麼來還呀？2021年6月份，恆大首次出現商票逾期，9月份恆大財富暴雷，340億的理財產品沒有辦法兌付，12月份首次美元債違約，而恆大歌舞團也恰好在同一年實質性解散了。2019年社保還有78個人，2020年驟降到24個人，2021年只剩下1個人，只留下來1個人。音樂停了，所有的人都在找椅子坐下，但是椅子的數量已經遠遠不夠了。許老板他並沒有坐以待斃，在恆大即將崩塌的最後時刻，他至少做了3件事情。第一部分是轉移資產，上期視頻我已經詳細拆解過了，但是補一個細節，2025年3月份，丁玉梅在香港法院的這個文件裡頭意外曝光了一個關鍵信息，許家印或許還有2個未成年的子女。丁玉梅是1957年出生，如果這2個小孩是2008年之後才出生的話，應該已經過了生育的年齡。那這裡頭到底發生了什麼故事？其實想象的空間很大。坊間有一個傳聞說，2018年前後，恆大歌舞團有一位女成員突然離職，此後據說是定居在英國。時間線跟地理上好像都跟這2個小孩的這個軌跡以及出生的周期是吻合的。丁玉梅她已經通過離岸信託為這2個未成年的小孩設立了 2.3 億英鎊的教育基金。所以這些碎片之間的連接是推測性的，但是碎片本身，比如說法院的文件、出入境的痕跡是真實存在的。第2個步驟，許老板是用大到不能倒來綁架政策，我想我們之前已經說的足夠清楚了。第3個，也是許家印自認為最有殺傷力的一步，美元債。我們把視角拉到全球，2015年前後，美聯儲維持一個超低利率，華爾街的資本滿世界尋找高收益的資產。許家印就是看準了這一點，他跑到海外瘋狂的發行美元債，利率有多高呢？10%甚至13%。華爾街的巨頭閉着眼睛買。比如說阿斯莫爾集團，他買了 4.3 億美刀，黑石買了4個億， UBS 2.8 億，匯豐銀行2億。為什麼這些財團他們這麼積極呢？因為華爾街的邏輯就是恆大已經綁架了中國的房地產行業，中國政府不可能讓恆大倒閉，否則一定會引發系統性的風險。所以即便恆大的債是非常的誇張，但是這個債屬於準主權債，有政府背書的，而且利率又這麼高，不買白不買，對不對？所以許家印的盤算就是，即便你中國政府你可以不管維穩的事兒，但你總不能不管國際影響，對吧？所以他相信在關鍵的時刻，只要按下美元債違約的按鈕，北京就一定會被迫
出手來救市。過去的成功舊時代商人的思維模式，最終還是讓許老板錯判了新時代的形勢。最終的結果是什麼呀？全球外資在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總的損失大概超過1400億美刀，資產的價值暴跌 80% 到 95%， 恆大美元債最終違約，北京一直到最後也沒有出手來救恆大。2023年9月28號，許家印被捕，有一個細節，庭審公告裡面沒有提。根據海外媒體的報道，許家印在中紀委的訊問室裡面被問到3個問題：第一個，你的保護傘到底是誰？第二，這些年你不斷獲得巨額的貸款，轉移巨額的資產，是誰在給你幫忙？第三個，你利用恆大歌舞團到底拿下了哪一些重要人物？許家印其實對於前2個問題多少還有一些配合，但唯獨對於第3個問題，他始終保持了沉默，什麼都不說。那這個沉默意味着什麼？我們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一下。我想許老板他真正的悲劇不在於他貪婪，因為貪婪在那個年代的地產行業，它不是一個貶義詞，而是一張入場券。不夠貪婪的人根本走不到他那個位置。他的悲劇是另外一個東西。上期視頻我說到了極限錯配，今天我要加上第2個詞兒，週期錯配。什麼叫做週期錯配呢？就是你用完全適配舊時代的一套系統去應對一個已經改變了規則的新時代，一個已經範式轉移的新時代。中國經濟的底層邏輯在轉變，從效率優先、土地財政轉向了安全至上、高質量發展。這個靠42樓的電梯，靠幾支優美的民族舞蹈，靠幾杯茅台就能夠換來100億批文的舊世界已經不存在了。數據非常清楚地說明了所有這一切。2008年中國土地出讓的收入大概1萬億，到了2021年衝到了8.7萬億的峰值，然後就開始下跌，到了2024年4.87萬億，3年的時間已經跌掉了 44%。 這是一個建立在土地財政上的整個的增長模式在被重新定義。恆大就是本次重新定義在本次範式轉移當中倒下來的最大的一張多米諾骨牌，但肯定不會是最後一張。2025年5月份，白珊珊在國家大劇院發了一條社交媒體的動態，他說輕舟已過萬重山。白珊珊的輕舟的確是已經過去了，她嫁給了澳門的地產商，移居海外，幫丈夫打理地產的生意。白珊珊找到了人生的新的彼岸，時代的輕舟也已經過去了，而身後那片萬重山還在那兒。因為恆大暴雷而成為受害者的人們，他們沒有離岸信託，沒有地產生意，他們的輕舟翻了，沉在萬重山的山腳下。這個就是週期錯配的真實代價，普通人成了這個代價。我是艾森，感謝你收看今天的視頻，我們下期節目再見，謝謝大家。